今天啊是一个雾天，暴弟啊教大家如何雾天去跑高速，以及雾天应该注意什么。前方就是高速的入口，我们进入高速之前，先观察有没有 ETC， 像暴弟有 ETC， 我们就走标记有 ETC 的车道，杆抬起来以后，我们就可以进入高速了，对不对？进入高速的时候以后啊，大家可以看到前方有两个不同方向的匝道，一个是郑州，一个是北京方向。我们提前打开导航以后，就可以得知我们要走哪个方向。此时我们可以看到导航提示我们走左侧，大家看一下，对不对？我们就选择左侧匝道进入。我们看一下，一个是北京，一个是郑州，一个是北，一个是南。如果说你要是想往北走，走了南侧的匝道，那你只会越走越远，越走越远，根本到达不了目的地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上高速提前打开导航还是非常有必要的。好，进入匝道以后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匝道，通过这个地图可以看到匝道很弯很急，所以说进入匝道前，我们要提前把车速控制在40左右，速度不要太快。如果说你速度很快的进入匝道以后，你会发现这么急的匝道你去急刹车，特别是马上冬天了，我们北方地区喜欢下雨、下雪、结冰，那到时候你急刹车是不是很容易撞上护栏的？非常的危险。好，经过匝道以后，我们先观察扭头观察左侧车窗外的情况，因为我们的后视镜刚才我们的这个匝道和主路形成了夹角，你看不到主路的情况，所以说一定要扭头观察，确认后方没有大货车以后，再观察左侧后视镜，没车以后，在前方这个加速车道上将车速提高至80以上，再打转向灯，再变道。变道过来以后呢，我们此时可以发现，这是一条4车道的高速，4车道的高速，右侧2个就是大货车走的车道。那么现在这种情况我们虽然说不能右侧超车，你记住，这不是右侧超车，而是我们在右侧车道正常行驶。超越这个大货车时，观察它的前车的车头轮，因为大货车车身比较长，大家看到了，对不对？如果说它想要变道，一般都是车头先压线以后才会变道过来。所以说我们超越大货车不仅要鸣笛加闪灯，还要观察它的车头如果说你是在它的右侧，你就观察右前轮；你在左侧就观察左前轮。当发现它的前轮没有压线的痕迹，我们就快速的超越过去。切记，高速上开车不能长时间的跟着大货车并排行驶，也不能跟在大货车的屁股后边，更不能被大货车跟。跑高速这个中央后视镜是非常重要的，可以用来观察我们与后方车辆盲区车辆的距离。好，现在我们准备变道过去，1灯2镜3方向。这里有一点我们要注意，虽然说前方2个车道都是大货车，但是呢我们注意不能连续变道，因为高速上连续变道很容易被你后视镜盲区里的车辆给撞上。此时我们还是不能变道，后方有疾驰而来的车辆，那么我们就与前车控制点车速，观察中央后视镜，确认后方没有大货车以后，我们再1灯2镜3方向。记住我们不能连续变道，因为高速上后视镜盲区是有的，特别像这种大型的高速4车道高速，也许你的后视镜只能看到3个车道，第4个车道你看不到，你连续变道过来以后，是不是就非常的危险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暴弟走的这条车道就是我们小轿车应该正常走的车道。为啥说这个车道是暴弟推荐大家走的车道呢？因为首先我们来看一下4车道，左侧2个车道是小轿车走的，对不对？而最左侧紧贴护栏，现在暴弟变道过去给大家说一说实际情况，1灯2镜3方向变道过来以后，就像这种情况，我们走在最左侧车道，第一个最左侧车道车速比较快，我们新手如果说你不敢开到规定的时速，你在最左侧车道龟速行驶，是不是会有被后方车辆追尾的风险呢？对不对？我们要知道，高速上速度差越小越安全，速度差越大越危险。也就是说，你与其他车辆速度保持差不多的速度行驶是最安全的。如果说你想想，你速度很慢的在开，其他车辆速度很快，嗖的超过你，你是不是一个移动的障碍物呢？所以说我们在高速上速度差越小，也就是越安全的。好，我们回归正题，为什么说不建议新手走在最左侧车道？第一个，最左侧车道都是护栏，并且有绿化带，晚上开车的时候，对向车辆远光灯会晃得你非常的难受。那么白天呢，这种绿化带护栏在你眼角一闪而过的，就这种眼角你是不是时间长了以后很容易眼晕？第二个，我们开车如果说就以前方这辆车来说，它万一比如说车子没油了，或者说走不了了，或者说发生了其他什么意外情况突然停下了，那么我们就是不是只能往右侧去变道了呢？对不对？那如果说右侧后方有车辆你没办法变道，是不是就有可能说会发生意外？这就是我们关键时刻少了一条逃生通道。那么所以结合以上2点，暴弟建议大家走中间车道。中间车道的一个优点就是说，万一前方车辆发生了事故，关键时刻我们
可以观察后镜向左或者说向右去变道，关键时刻多一条逃生通道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暴地啊，建议大家新手司机，我们跑高速走中间车道的一个原因。我们关键时刻可以左右逢源。好，前方我们观察路标信息1公里，是我们的这个刚才这个叫啥来着？叫这个服务区，对不对？我们如果说途经高速的进出口、下站口、服务区的出入口，暴地建议大家都最好走左侧最左侧的车道。为啥呢？因为啊，我遇到过这么个情况，也就是说我在这个左侧车道或者说中间车道正在正常行驶，有个车啊，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没油了，或者说想进高速服务区上个厕所，他于是啊就从最左侧车道连续变道过来，就像我现在这种情况。假设大家可以看到服务区进口，对不对？他从最左侧车道想连续变道过去，啊，这个往这个右侧车道去走，但是呢，他已经很接近了，他于是就连续变道过来。我们在中间正常行驶，是不是就很可能被他突然连续变道给影响到？如果说你是个新手，很容易惊慌失措。所以说，暴地建议大家经过服务区的进出口，经过高速的进出口，我们都最好走在最左侧车道。这样啊，即便说有车辆想要连续变道，也不会影响到咱们。你觉得暴地说的对不对？所以说，我们高速上开车都是有经验的。好，前方又是一个高速的出口，那么现在暴地就变道至最左侧车道，1灯、2镜、3方向。好，确认安全以后再去超车。我们不能说啊，你先动方向了再打转向灯，到时候就已经晚了。好，前方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长实线，那就说明啥意思？就是说我们这个时候你就已经不能变道了，因为高速的出口不允许压实线变道，不仅会被扣分和罚款，而且呢存在风险。大家可以看到地上的刹车印，这就是很多车辆由于错过了高速出口想要变道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种情况啊是层出不穷的。好，我们经过高速的出口以后，前方又是高速的汇入口，我们一样啊，经过汇入口以后，我们再慢慢的向右侧变道过去。这里暴地提醒大家一下，就像这种雾天开车跑高速呢，我们最好啊是打开雾灯。一会儿暴地下了高速以后，给大家说一说雾灯是啥灯。很多新手跑高速总是啊习惯性的打开双闪灯。其实呢，如果说你要打开双闪灯的情况下，那么就很容易你打这个转向灯的时候，后方车辆看到你还是一个双闪灯，是不是就非常的危险了呢？好，我们1灯、2镜、3方向准备变道过去。因为啊，暴地准备在前方这个高速出口就要下高速了，刚才导航有点失误，暴地试试看能不能通过啊语音唤醒这个导航。小德，啊，暴地没有打开语音唤醒。这里暴地建议大家，如果说你跑高速，最好啊把这个语音唤醒功能给打开。如果说你想要临时更换目的地，那么我们通过通话也可以得知。好，进入匝道以后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匝道弯很急啊，我们速度还是那句话，要提前把它放慢下来。如果说下了点雨，下了点雪，高速这个匝道处结冰了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在弯道处直接啊急刹车，那么很容易让车辆打滑失控，冲出护栏，非常的危险。毕竟啊，我们要知道，一般赛车手漂移他都是啊速度很快的一打方向，然后呢踩个急刹车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啊，在弯道处我们记住弯前刹车，弯后油，转弯不踩刹车。我们相信啊，在驾校也是学过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要在实际生活中将它应用起来。好，前方就是高速的出口，我们来时走的 ETC， 出高速一样是走 ETC 车道。好，速度放慢一些，因为有些这个摄像头它识别不出来。好，现在暴地啊临时靠边停车一下，给大家说一说关于开灯这个问题。很多新手啊，他跑高速一旦遇到这种能见度比较低的雾天，他总是啊喜欢打开这个双闪灯啊。暴地上高速之前是提前打好雾灯的。现在啊，我下车给大家看一下，打开双闪灯，大家看一下，像这个章鱼一样的标志，它就是我们车上一个雾灯标志。暴地是提前打开的。暴地这里提醒大家一下，我们想要打开雾灯，一定要在打开大灯的前提下，这个雾灯才可以打开。我先把这个雾灯给关闭，到后方给大家说一说。很多老铁啊，遇到这种雾天能见度比较低的时候，他就喜欢打开这个双闪灯。如果说你打开这个双闪灯，你打转向灯，是不是后方的车辆有些车辆它没有转向优先功能的话，它会看到你还是个双闪灯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啊，我们变道就非常的危险。所以暴地建议大家雾天开车最好啊把这个双闪灯关闭，然后呢
打开咱们的前大灯，打开这个章鱼图标就是雾灯。我们到后方再看一下雾灯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这个雾灯它一般穿透力都比较强，我们隔老远都能够看到，而且呢不影响咱们的转向灯，对不对？这样我们雾天开车就会更加的安全。那好了，以上暴弟分享的这些呢，就是说我们雾天开车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了。如果说觉得对你有所帮助，记得分给你身边有车的新手朋友。暴弟不求点赞，只希望多一个人看到傻力事故，让我们一起传递正能量。